记得迪迦中被无数小绅士惦记着的超高颜值的玛雅姐姐吗？以及本剧中最快最强传说纳坦大帝的艰难 BOSS 战。故事的开始便是一场15年前的温馨一家人驾车之旅。结果刚其乐融融不久，一场车祸夺去了所有人的生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不知是谁化为了一道光。紧接着便是转场到了现在，星辰驾驶着白雪号冲向太空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紧接着另一位王牌飞行员一顿发力，星辰队员，今天是大晴天，我们期待着你的平安归来啊！完了，我已经汗流浃背了。紧接着又一个转场，突然就是一位帅气姐姐的演唱现场。不知道为何有一瞬间幻视成了板井泉水，飒爽的短发加白色的挑染，简直在我的叉 P 上疯狂蹦迪。然后就是便服的大谷和真由美居然一起来看演唱会。然而因为大谷晚了，所以没看成。没关系，大谷有话说，改天请你看我们 V6的演唱会。前方上世纪追星现场。哪里啊？在哪里啊So ga， 原来追星是这种感觉。而本来一脸无所谓的玛雅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突然对着大谷的方向盯了一会儿。接下来请欣赏世界名画大谷的语言艺术之一骑害三贤。昨天陪真由美去听演唱会了。你和真由美去约会了？我是替星辰队员去的。哦，是吗？你们去听谁的演唱会了？克里斯玛呀。你们都没听过吧？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？你太不够意思了，大谷！绷不住了，兄弟！大谷就像那个从不了解娱乐圈的超绝小宅男，殊不知克里斯玛雅已经是现象级别的偶像。而另一边正在进行第3轮 Max 系统测试的星辰，终于还是启动了 buff， 并且悟出了收音机。伴随着音乐以及耀眼的奇迹般的光辉，星辰化为了新的光芒。他骗你的没变带，哪儿是成功坠了？被救下来之后，就开始了 cos 香秀树哥哥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宗保只会在黑匣子里面只收到了那首歌的信息，而伴随着这首空灵的音乐，星空房间下的玛雅似乎又做到了一个熟悉的梦。接下来，星辰一开口就惊呆了大谷。大谷队员，我在执行保护地球的任务吗？当你的好兄弟一本正经的和你说话，直接就展示出这个星辰的变化。此时大谷拿出一张 CD 送给星辰，原来是绝世好兄弟绝景，把自己最爱的谷子送给了同伴。星辰则是盯着克里斯玛雅怔怔出神。此时一艘宇宙船突破了三角洲防御站，来到了地球。大谷加绝景组合开着1号小燕子直接出击，在和对方沟通无果，并且对面发起进攻之后，我也是秀了一波操作，连续闪转腾挪神走位，配合绝景的指挥，两人直接拿下对面。星辰直呼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边星辰按捺不住了，给玛雅打了电话，还声称是对面的欧尼酱，果然毫不意外的被工作人员直接挂断。当听到对面说是自己的哥哥，玛雅直接坐不住了。众所周知，博主是很专一的，但即便如此，也不得不说玛雅这种清冷感真的很赞。注意前方超绝浪漫转场。紧接着就是一段删减画面，原版纳坦星人是一步步逼近这个戴帽子的司机，然后掐住对面给这个倒霉蛋哥们嘎了。然而现在的版本则是逼近司机之后呢，没错，直接转场到了队长的脸上，被嘎那段就被删掉了。只能说开心就好。总之就是星辰一个人突然从医院自己溜溜球了，亲妹妹真由美推测他去找玛雅了。镜头转切到玛雅这边，正在被各种日程塞得头大的时候，突然他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叫他，整个人顿时变得有了灵气。什么叫一眼万年？这就是演技。干了这么多年的经纪人，妈呀，我来接你了。放心吧。妈呀！而古美二人也找到了此地，接下来这个画面堪称梦幻般的光影。你真的是我哥哥？对，我特地来接你的。接我？你从哪儿来？我们出生的星球。
大古准备去大端二人，但周优美不愿意破坏哥哥的美好时刻，直接偶像变嫂子，我的天哪！但经纪人赶过来还是打断了二人，星辰一溜烟没影了。玛雅也确定了梦的真实性。另一边，明天玛雅出道1周年演唱会即将到来，结果人突然母得了。接下来这个对话简直揭露了当初娱乐圈的底层逻辑。商品管理这么简单的事情干不好，笨蛋！艺人等于商品管理4个字可以说一针见血。至于玛雅似乎在这里思考着什么，亦或者说悼念着一些人和事。转身大谷找到了这里，他们介绍的问 Where is 星辰？玛雅也坦白了，说星辰就是他的哥哥，他在这里一直等待着哥哥接他回去，等了很久很久。原来2位真的是外星人。当初他们的妈妈带着年少的2人准备搬迁到克鲁尼，结果中途出意外降落到了地球，仅存的生命维系系统只能再送2个人。这里又回收了片头车祸的伏笔，玛雅借着当初车祸中死难的小女孩的身体，以另一种形式重生了。他说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遥远星球之人，问大谷相信否？善良的大谷自然不必多说。另外，其实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超古代光之巨人，不知道姐姐你信不信？接下来这个画面构图，2人在八王子秋叶台公园的2侧，右上方的天空挂着3颗希望之星。星辰诉说着15年前本来友好的纳坦星，却向自己的星球发起侵略的往事，母亲被杀，自己流离失所，这也是把玛雅留在更加安全的地球的原因。星辰的计划是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土地，弥补妹妹失去的那15年的光阴。然而话音未落，宇宙最强纳坦星人来袭，扬言要处决所有逃亡者。他和玛雅 Facebook， 星辰则为大谷挡了一枪，用生命阻挡纳坦大帝的脚步，这无疑又触动了大谷的红线。从 Lucia 开始，这种事情就一直是大谷的逆鳞。任意的践踏自由，这是什么正义？太帅了！不过随着茂哥嘴角一歪，迪迦中的最强敌意纳坦星人终于登场。大谷变身迎战。从开局迪迦就是单方面的压制，纳坦星人体术可以说烂到家了。至于破坏光线，更是被迪迦一发交叉屏障完美化解。是的，从登场开始到解决战斗，一共不到1分钟，甚至从开打算起来的话，顶天了40秒。这就是我们迪迦中的最速传说纳坦大帝的故事。而星辰那边已经挺不住了，我看见星星了，我看见星。为什么？大谷依然没能保住他，正如当初的 Lucia 一样，那个遥远故乡的星辰不在了，而我们熟悉的星辰则回来了。他一开口就完全是2个人，演技和配音简直了。大果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声音突然就变得憨憨了起来，眼神也变得智慧了许多。这里星辰居然知道自己体内的另一个意识，也解释了玛雅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做梦的原因，并非完全失去本来的意识，而是以类似上帝视角的梦境看着发生的一切。接下来，玛雅的周年演唱会开始了。此时的他已经在那个晚上知道了这个悲伤的故事。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这首歌是《蓝色夜晚的记忆》。随着镜头切换，原来这是倒叙。在演唱会之前，玛雅就与星辰再次相见，但此时的星辰已经不是他的哥哥，他努力地扮演着哥哥的角色，说以后再来接他，让他在这个星球好好生活下去。玛雅瞬间破防，但扑向星辰的那个瞬间，他感受到了眼前之人的体内已然没有了哥哥的气息，也终于明白这个人善意的谎言。心虽有所觉，但亦作不解。有时候不戳破，可能也算是一种不错的结局吧。只是偌大的宇宙，从此以后，那个回不去的故乡，只剩玛雅一个人了。回顾第29集《蓝色夜晚的记忆》，可以说这是迪迦中文戏占比最多的一集，而 9.5% 的强大收视率也证明了，虽然是奥特曼，但也可以有非常不一样的风格。
大古在这一集更多的是作为上帝视角，与观众一同慢慢揭开事情的所有真相。从某种意义来讲，如果不是特摄剧，甚至不需要迪迦出场，这就是一个独立的，甚至可以改编为电影的凄美故事。惨烈的车祸，外星灵魂的重生，为了实现宿主愿望的成星之路，梦中的遥远故乡，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记忆，最后终于找到亲人，燃起希望。然而随后幻梦破灭之时，那悲伤而又孤独、无处安放的灵魂，再度默默回到了这个蓝色星球之上。星光相伴，泪水化为流星，最终伴随着那首蓝色夜晚的记忆，他将哥哥与那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永远埋藏在了心中。点赞关注，下集将是牛属性绝景登场的一集，以及盖亚奥特曼中一些思想的雏形。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！